我先帮您开1周的量，没有依赖性，放心吃。没事。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，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？李长宁，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。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课？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，在对自己的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。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，而且短期之内不止1次。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，是想帮你看看，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。失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告诉你，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。第1天哭哭可以，第2天就该删了拉黑，第3天该吃的就吃，该玩的就玩，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。嗯？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，那句话你可以不听。有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人也挺好的，只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，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。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，我没有啊。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，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。你给他买手机，在外面租房，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？取卵之后，至少14天不能同房。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，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。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，你这么严重的感染，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。他真的有在乎你吗，李长宁？那我以后是不是不能生孩子了？那要看你了。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，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，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。听到了，什么声音？她的脚受伤了。对呀，被她男朋友咬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还好店员及时发现，不然差点被咬死。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，母亲、子女幼崽，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。你男朋友咬你，很伤心吧？但同时也很坚强。但他很快就想通了，不仅不再伤心，还狠狠地咬了回去，让自己死里逃生。我把它买回来，但我最近忙，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？它的伤养好的时候，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。
这个小马是刚妈最喜欢的，说是干爹送给她的。干妈走了，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。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。嗯。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，这把房子都押上了。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，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。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！他还清贷款那天，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。你说他怎么会舍得？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？因为加了杠杆以后，一旦出现亏损，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，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，血本无归。那什么都可能压上。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？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？说挺正规的呀。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。哎，你跟小乐没事了吧？啊，没事了。多亏罗医生。罗医生，是什么罗医生？你不认识，是个心理医生。啊，你就用这个查？嗯，这我都查过了，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。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，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？行吧，那我走了。你还不下班？我今天加班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对，那个钱，如果一定要还的话，我这还能拿啊，不用，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先走了啊。行，你别太着急啊。我们在捡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，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，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。抱歉，女士，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。这些都有发票的。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，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，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、全套包装，甚至信用卡、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。这几件价值最高的，这几个包，这块钻表、手镯，我们确认都是仿品。仿品？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，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。那这个小马呢？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也是仿品。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
稍后再拨。李警官。袁老师，什么事儿？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，说聊得还挺好，有这么回事吧？有。当时他刚救援回来，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蕾蕾父母了。见谁呀？见我？我俩没见着面啊？不是，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，问有什么事儿，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。他知道简蕾蕾母亲在医院嘛，就说先去找你们，问能不能等她回来再做笔录。我说可以，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？闽州，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，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。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，回来再弄呗，这事又不着急。你人都没见到，你居然就同意了？哎，你怎么当警察？你怎么做警察的？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！不是。杨老师，我们办案讲证据，是吧？简蕾蕾畏罪自杀，证据完整，链条清晰。单就这个案子来说，结案没有任何问题。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，我全查了。人家又没结婚，啊，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，做个笔录而已。他也不是犯罪嫌疑人，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，说他见过你了？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。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？他电话打不通，送给蕾蕾东西都是假的，车是租的，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，这不太奇怪了吗？奇怪的事情我会查，好吧？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，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。我没说办案机关，我说的是你。叔叔，蕾蕾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听说夏意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，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？都是小夏买的，让蕾蕾寄给我们的。那夏意和蕾蕾回老家，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？怎么出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想把和蕾蕾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，算是留个纪念吧。谢谢你有心了，不过没来得及拍，他们俩赶上个周末，忙忙叨叨的来，待一天就走了。好，没事了，叔叔，我挂了啊。夏意，俩女的，一老头，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。爸，胡说的年稿写完没？快点，催了。写着呢，写着呢。小王八蛋，人民警察都敢骗。不错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这谁让你查的？快给我停下！你给我说清楚。是我，重要情况，我严重怀疑啊，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。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，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。还有啊，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，就用了这么半年，而且几乎只和简蕾蕾通话。他租车用的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，用了店员的。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，行不行？师傅，行不行？那介绍包我都查了，就没有夏意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，失信人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。我又查了一遍和蕾蕾的聊天记录，她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，手机联系不上，一张照片都没有，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？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？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，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。别跟我提警察，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，什么都不懂，还跟我打官腔。严家乐，你这都出来5回了，这次你要拿什么呀？
你都有女朋友了，干嘛还找我妈呀？你瞎说什么啊？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？哎，对了，乐乐，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，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？就看电影、吃饭什么的。除了吃饭、看电影，还会做什么？上次泡温泉，干爹也去了，他游泳可专业了。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疤，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。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？你又不给我买手机，我拿什么拍啊？这借口找的。还有什么呀？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，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。打游戏？就是这个。呀，你都有这个皮肤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干爹把账号注销了。一般人不玩，顶多就把号放着，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。说您喜欢这小玩意儿，给您带了一包。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，孙姐。就我带这些东西，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，一吃一个不吱声啊，孙姐。姐什么姐？我都能做你妈了，大没羞。孙姐开玩笑啊，这孙姐多年轻啊！当我妈呢，我叫您姐我都嫌老。你那试一试，真挺好吃的，孙姐。要画像先立案。姐，帮个小忙，行不行？你就先画。而且就算啊，我是说就算，我帮你这个忙，画这个像，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。准确，一定准确，姐。老师，大学老师，哎呀，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，骂人都不带脏的。再准，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。没有误差，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？开玩笑。别打岔，你听我说。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，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，不可能100%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。即便做到最好，也会存在起码15%的误差。这么说吧，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，那兴许是有用的，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。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，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。但我就是想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。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，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，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10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，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，去找找别的线索。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，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，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。系统已经查过了，真没夏意这个人。大姐，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？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警察？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，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，用的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，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，没必要报警吧？抱歉啊。喂。哎，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，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，就是有一段时间啊，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，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。我把他那个头像的图片给你发过去啊。
小张，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。又要去港岛？是啊，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，感情特别好，放着不管我不放心，麻烦你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李长宁，他这2天的状况也好多了，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玩笑了。是吗？我这儿有张图，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。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？老陈，有人闻过这个吗？这个是美杜莎之眼。没有妹妹。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？傻该。麻烦你了。哦，没事。威哥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？这几天都没见着人。我出外勤呢，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，我和东子刚抓完，正往回押呢。哎，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，你看了没？谁？夏意。啊，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，也没人立案，你想让我查查？那这么的吧，你要忙的话，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？好，挂了啊。钱雷雷调入我行 VIP 服务部10年不久，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。活动啊，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，没有发现2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。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？没有。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。这个周新胜是，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？对，就是他。里海商业银行红酒拍卖会，简雷雷确实在。您好，您是这儿老板吗？对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有没有闻过类似这类纹身？这外面围了一圈，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。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，这图差点意思，没见过。哎，毛人，女胖。这个图要不您留着，万一您想起来，您可以给我打电话，这是我的手机号。行。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。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，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。谢谢了，谢谢严老师。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，他有任何异常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。真的谢谢了，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常宁能好好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都收拾好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这是出院手续。好。罗医生今天没来啊？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，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。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可以帮你转告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。那你们有事再喊我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哈。来，在这儿吧。真是谢谢了，来，哈。都收拾好了啊，差不多了，没有落东西了。严老师，哎，
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，说拜托帮他照顾2天。哦，好。要注意他的右脚，之前受伤了，罗医生帮他治好了。长宁，回家好好休息，听妈妈的话。羅醫生，好多謝你啊！特登過嚟睇佢哋。應該嘅。阿嬸話：羅醫生喺邊啊？佢好掛住你㗎。係咩？係啊，喏，阿嬸喺呢度。羅醫生好。好耐冇見。係啊。Hello, Sam. How have you been? You look good. 珊珊，羅醫生又嚟睇你啦。珊珊佢近排情緒穩定好多㗎啦，冇咩異常啊。呢個動作我上次嚟好似冇見過。係咩？佢呢排都係咁㗎。係啊。Sam, may I? Thank you. 仲以為係好轉嘅跡象。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，发过一个微博，你看一下。梦里人。李岩总啊，您说的都对啊，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，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2个段落上。您放心啊，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，
只要资金到位啊，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。刘总，啊，严总啊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喂，哎，小吕，我告诉你，小吕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，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。做的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赶紧去！好，什么玩意儿？你们都。哎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刘总，他一定要见。不是你们干嘛吃了？怎么还没轰走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刘总在开会。抱歉，刘总，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，关系到一条人命，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行。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，刘总？刘总，你说的这个简雷雷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？这有什么稀奇的呀？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。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？不是什么蛇呀，什么章鱼触角？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。你说的那个简雷雷，我就压根儿不认识。你要有任何怀疑，你报警去，你别跟我这儿添乱。刘总，我的好朋友简雷雷在去世之前，他抵押了房产，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。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。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，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。住嘴！怎么回事啊？可惜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不是，甭理他，有病！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？对不起，他脾气不好。还不走啊？我叫保安了啊！没吓着你吧？他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怎么样？产检怎么样？可好了，是吧？怎么不上去啊？你有女朋友了，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。没事，你要想你，咱这说也行。怎么了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跟雷雷有一样纹身的人了。我看看，是个游戏公司老板，他叫刘平，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。哎，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？没有。哎，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。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啊，或者是有某种联系。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，财务状况很糟糕。但他有老婆了，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，你看，看着像是个白富美。他缺钱，他老婆又这么有钱，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，是吗？杨老师，你看看，照片里有夏意吗？我结束啦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好的。你好，你是刘总太太吧？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？对，是我。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是大学老师，我姓严，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，那是我的好朋友。她前段时间自杀了，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。怎么会自杀呢？这也太可怜了。
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？那都已经是过去了。我们现在结婚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看过你的微博，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？严小姐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？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再骚扰我，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。不好意思，于小倩，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，我道歉。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，你要是再骚扰我，我就叫人了。对，哎，张姐，你说太对了。能被骗的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。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，你开玩笑，恋爱脑，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。行，哎，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，你跟我说一声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导弹，李胖，哎，你们那最近有没有？你干嘛呢？怎么那么吵啊？找我什么事啊？师傅，师傅，不是，慌什么呀？你这是？我最近啊，跟我同学什么的打听，问了好几个，说是一开始谈恋爱，最后骗人钱的案子，我觉得跟简雷的案高度相似。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，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。这不，那个导弹他就不是，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。哪片区的？报告副所，我是小李大学同学，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。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，我就报告了所长。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。那怎么不穿警服啊？今天我休息，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。说事儿。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，有个女的要跳楼，然后救下来以后，她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，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，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。然后她的钱就被骗走了，然后那个钱呢，是她和她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，然后她就被她老公打了，然后呢，她就心情不好。然后，第一，这作案手段不一样，一个是网上，一个是真人，再一个，作案结果不一样，一个是骗着钱了，一个是没看出骗钱。那我问你，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？拿谁立案？你跟这瞎点什么头？你说案情，你说都说不到点上，那你说，那女的就他们揪下那女的说，在网上骗他那骗子，除了人好，还特别有爱心，最关键的是，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忘了。我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，说这个人海洋知识特丰富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，叫同柱熟若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未婚夫是叫夏意，他是海上救援志愿者。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带我去鱼市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，看起来像花蟹，但其实有剧毒，吃了要加 ICU的。螃蟹叫同柱熟若。